纯纯折磨，巨变态。咱们鞋子的话400块就出来了。我回来了。我这是首要规则。听完一波线就可以回家做鞋子了。我现在思路可以变一下。如果说你前面第一波线抢完，对吧？你感觉杀不了人，你可以直接回家。但是这一波的话是可以打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山羊的话，它敌手特别好。别急别急，想双一他叠私密，闪一些 Q， 哎完了，纯小丑，哎呀我想去闪 A 的，但是没滑到啊，老铁们，人老了、啊、真的。属于这。我想闪一些 Q 直接给他杀身恶气走了。真老了，我靠！这是白墨的点燃手气场。消遣函对于真正光彩夺目的人来说，只是些许宣传。回家。你听到午夜风声吗？北京玫瑰舞会，确实是光彩夺目。如果不那么高高在上就更好。鞋子比较便宜，可以先刷。或者你可以小铁剑出门再买鞋子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小铁剑出门再买鞋子也可以，因为鞋子的话刚出是没有攻击力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感觉杀不了他，你可以第一剑直接做鞋子。你第一剑直接出鞋子，400块就直接可以出来了。人内群被自己的华服绊住。AP 的话能玩是能玩啊 ，AP 没加强。AP 可以玩，就没加强。现在没加强。特效流的话也没有加强。暴击流加强。暴击流加强。玩一下暴击流。暴击流卡杀。出什么铁板侠？铁板鞋已经被削了，铁板鞋已经废了。铁板鞋没有之前强，你现在出铁板鞋，我打你是之前的2倍伤害。因为以前铁板鞋是有10%的免伤，8%。这个版本铁板鞋只有20的护甲，20的护甲的话没有那个免伤，打你就痛了，我就不会刮痧了。你看这个山羊是不是做了一个铁板鞋？你看打他就不会刮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小雨把这个女警杀了，给你们看他双脚。这个山羊我看了，看到没？山羊出了一个铁板鞋，还出了一个小护甲。你看我打他都不会刮，你们看到没？而且我这个攻速鞋是被削了，我这个攻速鞋呢是没有加那个1点攻击力的，等于说小雨现在4分钟。还是那个开局的那个数值，你们懂吗？我全是那个成长性攻击力。但是其实这样子改的话，感觉特效流可能也会更强一点。说实话，因为特效流的话本来就是有点刮痧嘛，攻速是够的。如果把布甲鞋改了，特效流说不定会更强。但是今天我们才玩了3把暴击流，这是今天第3把的。出装，得3再玩特效。先把海妖整顺，继续请紫色的灯塔。海水得喝水。
我来试一下，我这波想跟他打架的，先 A 2下兵，然后第3下这个海妖去给自己，然后直接飞他 A 2秒直接我去，30刀4秒，我靠，他那个女警直接被我龙了，兄弟。好像第一阵出海妖收集者伤害高啊。那女警直接就被我融了，直接就被我融化了。不出那个羊刀，先电炮整出来，海妖也是可以暴击的。我感觉下波看这个女警直接上就行了。我能感受到。就出海妖打法就是先 A 2下兵。先 A 2下兵，然后叠个1层被动，再把那个海妖给他触发。等一下，等这个乌龟过来，但是乌龟这波没过来啊，小龙不能这样。不接的情况，我们就把这个线给过了。如果说2打2呢，等的不怕，线能直接上；不然呢，直接推塔。第一阵出海妖吧，兄弟们，助攻速写海妖吧，伤害真可以啊！我说实话，我今天玩了3把，第1把玩的感觉攻速快，但是第一阵出电炮有点瓜。第2把呢出收集者攻速太慢了，第3把这个海妖直接让我眼前一亮。就第一阵出海妖，第2阵出，感觉海妖羊刀也是可以啊，就是你玩特效流海妖羊刀也可以，但是海妖羊刀那一套的话。不是暴击流，就玩特效流可以出海妖羊刀。我到时候发一个视频吧，发一个视频跟你说。海妖羊刀飓风，海妖羊刀破败飓风，这把是海妖电炮破甲，海妖电炮破甲飓风吗？飓风感觉是先海妖电炮破甲吧。A 下，如果说有蛋就可以直接飞了。收集这海妖呢，但是电炮手比较长，收集的感觉要第一线输，因为第一波如果说出收集者团打赢的很爽。第一波如果说团没打赢，收集者也绝不行。卡莎这把顺风还是逆风，取决于第一波龙团。第一波龙团如果说打得爽，吃几个头，那就好打了。第一波龙团卡莎没吃到头，节奏又是疯了，就有硬刷血。收集者的话就好用。你要是玩暴击流就不出2刀。暴击流海妖是可以暴击的，怎么说？要不来试一下？试一下我3海，先打那个坠的。他这个英雄好厉害，我看。但是其实这2件套看着还行。虽然说露露给了个大招，但是上把也有露露强度没这么高，说真的，还是跟出装有关系。说实话，小雨上把4件套，我操，打那个肉真的打不动。这把可以，我就这个出装吧，就跟那个水友说的那个海妖电炮，确实可以啊。海妖电炮破甲。然后，你可以考虑出个飓风，
你们觉得呢？出飓风的话，就团战能打4个，不像刚才，你像刚才对面这种情况，你出飓风其实很早就刺杀了。你出这个，你要是不出飓风呢，你打团只能打1个人，但是你出飓风呢，可能会有点刮痧。你看小雨，如果说这波出飓风，对吧？我这个平 A 的话，同时能 A 3个，你们懂吗？我得先把这个我脸上的杀了，然后我才能去杀那个其他人。杀肯定是有的，不要出破半啊！咱们的话把这个爆击率给它搞到满，爆击率给它搞到满，爆击率搞满了，这个海妖的话，它是能一直暴击的，知道吧？暴击率给它拉满，你要么出飓风，你出飓风就是可能没有25攻击力，你可能数值会低一点。但是呢，其实咱们这3件装备25、50，咱们这3件装备有90的攻击力，加那个僵尸守卫的20的，也还行，可以试一下出飓风试一下。啊，小雨刷一个飓风回家试一下，不打算。因为小雨没有带骸骨，没带骸骨的话，那个补了一个僵尸守卫，刚好弥补那个25攻击力，好吧？来试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把的话得靠我兜底。大家出飓风，出完飓风最后一件再出一个饮水刀，这样的话有吸血。啊，就这样出吧。啊，再整一个饮水刀。咱们僵尸守卫还能再叠3层，这波我来试一下强度，可以利用这个电炮先去摸一下对面，先去恶心对面。是我出了电炮嘛，我可以摸到对面。然后电炮和飓风也是可以触发的，直接飞。哎，我去，他这个葵伤值也是很能看懂的。来试一下我伤害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其实我这个僵尸守卫还没叠满3也可以的，可以。因为他海妖的话是能暴击，海妖暴击一下就变300了。现在的话甚至低了。因为暴击流其实暴击流节奏会比较快，特效流的话太拖了。上个版本特效流得那个几件套，得4件套，对不对？上个版本你们记得吗？特效得4件套，为什么要4件套呢？上个版本大家基本都是先出一个海妖或者电炮，然后再买那个羊刀，对吧？然后再买那个破败。有的同学第3件直接买飓风，但是还是很抓，因为没伤害啊。然后要等4件套，等你4件套的时候，可能对面已经大龙打完了，又要守家了，可能就不好打了。这个出装值2件套伤害挺高的。咱们现在的暴击率是75，所以小雨呢再整一个暴击装。你看我这个伤害，兄弟们。就是能看懂我这个伤害没？主要是那个海妖暴击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个山羊出的是肉，对吧？出的是物抗，打他也不会刮，因为不小心被砍了。这个出装好用的，你看我上把我操，我上把玩的是真难受，我这把直接上把直接被当狗打了，这把直接19刚了，真出装问题，兄弟。再整一把，我再试一把，好吧，再试一把，来试2次。哦，谢谢老婆的春日节舞啊，谢谢老婆。看残暴打了多少伤害，谢谢老婆的无数个真的爱你哦。
这些世界第一辅助啊。哎，残暴的话打682，残暴打的不是很多。我觉得这把的话，这个小火龙一级不是很强，是有机会杀人的。我买一个小件呢，我买一个小件平 A 的话，这个和放 Q 虽然会高点。出钩了，出钩早就上去点他，他肯定做鞋子的，知道吗？他做鞋子，你做的是铁剑，那他肯定打不过你。来一些 Q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素质比较高一点。他也是做铁剑的。就小雨如果说做鞋子的话，伤害可能会不够啊。铁剑出门加12，鞋子出门只能加1束。1束的话，你站撸这个鞋子是没什么用的。你第一件出鞋子跟对面站撸，就站着对点嘛，互砍。他做铁剑，我肯定打不过他。鞋子现在没有铁剑了，他就是鞋子。啊，咱们这一波的话，把这个线清完了，又出来了，把这个线给过了，回家做鞋子了。就是可能现在节奏会快一点。你看我这波线过完，对吧？我直接回家出鞋子了，节奏会快一点。还是上把那个出装，上把的话，小雨就是试了一下，这个出装的话，什么铁板鞋都被砍废了，老铁板鞋干什么？铁板鞋个鸡毛，兄弟，铁板鞋都被砍废了。不要再说铁板鞋了，铁板鞋被砍废了。我今天直播说了好几把了。我不出铁板鞋，铁板鞋被砍废了。等下去上游戏看下就知道了。谢弓的话，这个太贵了，谢弓太贵了，没必要。而且特效流又没暴击。他既然铁板鞋被砍了，我这个暴击打他会更痛的。而且对面脆皮的话，这个脆皮没有出那个副甲的时候，我暴击有打他真的是真伤。上个版本不出暴击是因为对面万一选一个前排打不动，这2个前排呢暴击流就废了。其实暴击流后期打那个速度现在很高的。等下把清过了，把清过2月了。一下后拉开疾跑加速，再一下，再闪一个东西，再飞，再 AW， 防御塔打人挺痛的，所以的话还是要拉扯。没事。咱们去把那个眼排了，这个眼排了呢，给加个4攻击力。这样子其实就不会低了。就这个版本你带僵尸守卫其实是比对面伤害高很多的，因为这个版本大家第一线都是出那个鞋子，都是出攻速鞋，他出攻速鞋他没有数值。我们带了一个僵尸守卫，我们是有个额外的一个数值的。我推荐大家这个版本可以多带僵尸守卫啊。也存在生存法。啊，你带骸骨的话就是，就是比如说你走位不是很好，你要是很容易吃机器人的钩的，其实机器人的钩不套是我的，真的。像是另一种机会。还差90块钱。升 Q 的节奏也变快了。这个版本升 Q 的话是5分钟左右。
正常是5分钟。哎，咱们这波清完先回家了，不要打了，因为4个人。这把逆风曲也可以，这把就逆风曲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装备的强度。5分钟，5分钟2比6，打野0-1，中单1-2。AD 也是1-1，那这把其实也不是优势局，你们可以看经济，小雨比这个火龙经济低了个200块钱。那这把来试一下这个强度，上把是19刚了，我这把再试一把。但是小雨说了，我这个海妖出来我是可以直接打下的。怎么打呢？你们看我这个敌炮左边是有一个这个海妖的图标对吧？叠到2层的时候，第3层攻速手这个小火龙是闪不攻速后拉。这波他敢上来球，我们准备开个疾跑 ，AW 路 A， 再 A 直接冲回家，不要紧。他没有闪现对吧？如果再扛闪不攻速，利用这个身位换位在这个区位。你看这个海妖出来，对不对？海妖出来，杀一下就明显起来了。就同学们有没有发现？你要是前面出收者电炮，你绝对打不出来这种。对面小火龙经济前面还比我高个300块。我并不是说我这个装备去碾压他了，是因为我这个数值，我这个海妖这个数值打他很痛。而且那个机器呢还出铁板鞋，铁板鞋被削了。那这一波打完，我们DA 抢中，刷新还是跟上个版本一样。就是公式化，打架前对吧？有中线吃，你先吃，对，先把这个线吃了，再过去。但是不要急，这个位置的话打不了，这个位置要被包起来。就为什么你们看小雨第一时间要抢那个中线，我第一时间过去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其实我也杀不了人，就像刚才这种情况，然后你就会浪费了一波吃线的一个发育机会。你先把这个线给过了，再去支援，就算团战没有吃到头，白芒火一场的话也是没发育的，不用管他，我们没有惩戒的。我没有惩戒的宝宝就不要去那个操作对面了，除非说你家打野在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波小雨2件套，怎么打呢？直跑加速直接上 A 他1V，然后飞过去顶他，直接去 A， 好吧，直接去 A 死他，因为你现在的话伤很高，因为护甲前对削，你海妖加这个2件套，你只要海妖能暴击。你海妖第3下只要能暴击，你这个数值一下就起飞了。所以这套出装的话，2件套出3，这套出装巨好用，真的，你们直接去用的。反正电炮第一件出电炮我试过，第一件出收集者我也试过，第一件出海妖，这个是最好用的，因为我发现这个海妖一出来就可以打架了，就可以直接跟对面 battle 了。然后你第3件再出一个破甲，对吧？破甲呢就出这个新版的大穿甲。这个大穿甲呢是对面的血量越多，它的那个出的生命值的装备越多，打它越高。和这个老版本的破甲区别就是在于没有重伤的效果，少了15的攻速，它其实对卡莎影响不是很大。我们的话，如果说看到对面有前排有塞恩有机器人优先的话出这个破甲。如果说对面5个碎皮，那你就出老版本的穿甲的，因为比如说5个蓝枪，对吧？不可能会出那个生命装的这种情况，你去出那个老版本穿甲。哎，这波怎么打？开起跑 A 下 Q 一下，然后直接飞，你就直接跟他炸多，再一个闪 A， 一个闪不攻速，打这个蓝枪拉30打他，我去，没输过，我去，打这个有点打不动，兄弟们，打这个还是有点打不动，是因为我们这个红川还没做出来，对吧？咱们这个红川做出来的话，打他是有一个额外的伤害的。来，等我这个红川出来，我这个红川出来打他绝对伤会变高，因为我是按那个百分比筛算的。
再出个啥？再出个飓风，先买个水。我懂了。就这把小雨小天赋带的是这个，这个也是一个小巨杀，它高于60，我对它造成8%的额外伤害。高于60嘛，就不管是脆皮还是肉，比如说光辉血量高于60%，我打它呢就是有额外的伤害。空气弹啊3也是啊，然后再加上我这个巨杀，我就相当于打成20%的伤害。对面没有前台，你小天赋就带那个致命机，然后就正常去脱甲就好了。对面没前台，你暴击流绝对是比特效有好。暴击流根本就打不漏。这个版本的话，那个打漏比上个版本伤害更高，就是绝对更高的。并不是说小雨带了一个露露辅助，小雨前面的话带露露辅助。出装出部队玩的会特别多，露露辅助的话其实也很但是也要出对装了。你看前面打那个3是点不动的，先点他反抗。点这个机器人也是，你看到没？这个机器人，你们看到没？来开个起跑加速，来闪个攻速回，谁3都秒了。再买个啥呢？再买个飓风的吧，伤害够了。伤害够了。就大家如果说想看那个卡莎的一个最新的出装，可以给小雨点个关注，开个开始。进入粉丝群可以领取同款出装天赋。不出魂签，宝子们不出魂签。魂签呢？我看一下。魂签。不要出魂签的，不要出魂签的，因为那个魂签它得站，它那个影子是站着 A 人的，对面要是直接跑了，你留不住人。出飓风的话，主要是我伤害现在够了，我打这个对比3很高，我可以更好的推跑，我可以把他们这个前台先给处理了。我处理前台的同时，后排是能刮到的。你看我如果说出飓风，我去打这个赛啊，打机器人，他能打不到。你看我如果说打这个光辉，对吧？我不能同时打机器人，飓风的区别。魂线的话，它不能跟随目标，你懂吧？它是一个范围，类似于一个防御塔，对面直接出你一个魂线的一个普通范围，就摸不到它。对，打漏4套出装打漏确实，你看伤害不低的，2把，上一把是19杠2，这把是15杠2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再试一把好吧，4不过3。打完这把再试一把，再试一把这个出装。如果说这个出装下把还是乱杀，那今天这个教学视频呢，就做这套出装的一个打法教学，怎么去打对线，怎么去打团。开起跑直接上有飓风，你看伤害不刮吧？你就看打这个赛恩，等这个小火龙出来给我5杀，小火龙！哎呀，他妈4人啊！我要5杀！我靠！我被那个素材蒙蔽了双眼，我这波群是飞过去给他秒了。我这波被素材蒙蔽双眼，我其实不能这样上了，但是呢，我这个已经就是被架到，已经被架到那个，已经被架上去了，没办法，只能上了。再买一个那个饮水刀，就是差不多。卡莎新皮肤的话，20多号出，28号吧，28号出个保时捷。28号、24号出，忘记了。出了考不好用，我到时候直播给你们玩一下。等一下
样吧，小雨再出一个银雪刀，我们神双去打一波吧。我们去神双打一波。你们别压杯，给他们放出来。我想试一下我这个装备能不能5杀。我想，你们不要过来，兄弟们，我去2打5试一下。我试一下啊。我让队友不要过来，就你们不用来，兄弟们，你们先发育，好吧？如果说我死了，你们再守，我跟露露去2打5试一下。啊，这露露被勾了呀！那我1打5试一下，不用过来，兄弟们不用过来，我1打5试一下，好吧？但是我一个人不能吃5个人的伤害啊！这皎月的话，直接大了这么多个，试一下吧。我去。哦，不是了，不是了，等一下我吧。哎，不行，兄弟们，不能1打5。这游戏的话，真不能1打5。这1打5，但凡吃一个控制就受不了了，兄弟。这游戏不能1打5，还是得2打5。说实话，为什么2打5呢？你得有个人帮你扛伤害啊。这游戏不能1打5，兄弟。我说我直接飞过去，我飞过去直接平给他们 A 死，A 死是能 A 死，但是要控制了。我真的想1打5，说真的，这游戏什么时候能1打5？我说实话，这个匹配机制啊，匹配机制没有任何问题。哎呀，他就是不能1打5啊。隔壁确实可以1打5，真的。啊隔壁以前就是只要你这个人手法特别好，你玩什么东西上那个全国第一都可以。来，这一波再跟，没事兄弟们，你们不用过来，我去2打5，这一次2打5，兄弟，来直接上。速度大呢，再等一下我兄弟。这个朱庄其实伤害不低的，不是说换个辅助就不强，主要是海妖强，因为我第一件电炮是的，我第一件电炮也是的，第一件收集的也是，我第一件出海妖伤害就很高，我不行，我真的很想2打5一下，没多了呀。我真的很想2打5一次，兄弟。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我再来一把这个出装。你卡莎正常都是搭那个露露米利欧的，好吧？卡莎正常都是搭露露米利欧猫的。那没啥的，我试一把吧，我给你们试一把。出了羊刀，你的平 A 就不能暴击了。你可以出那个小铁剑，你可以试一下1级去 battle 一下。但是如果说是塞纳这种手长的强势组合，出鞋子吧。开始保加速。但是交闪不要急啊，因为咱们做的是鞋子，咱们做鞋子的话，那个伤害有点低。你不要直接去那么急的去1打2，先去1打1，然后利用这个致命球6成再去对拼。哇，我要走了。然后刚好鞋子出来，然后鞋子差100块。哦，鞋子差100块怎么办啊？再吃一波线吧。这么烧吗？可以。来把这个线过了，直接出攻速去。鞋子肯定要第一线出啊！主要鞋子虚弱了，没必要第一线出。主要是加25的攻速啊！你只需要500块，你就能获得45移速加25攻速。加一个每次普攻回10点生命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
你第一线不出鞋子，你直接去裸海妖，对面出款攻速鞋，你去追他，对吧？比如说你把他打到特别残，你懂吧？你把他打到特别残，你没有大招，你只能去追他，你发现你追不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他这个鞋子移速很重要的，而且你清完线的第二波就直接能出鞋子了，你出完鞋子有加攻速。那也就进化大件吧，直接进化。然后我跟你说，第一阵出鞋子啊，不出拉倒。咱们不着急，因为现在的话要等这个海妖出来，海妖出来跟上把一样就可以直接打架了。海妖没出来之前是需要去拉扯的，我们伤有点低。天赋的话是没有变的哦，天赋还是那个天赋。天赋的话，僵尸守卫加血统。怎么说？5级好像可以试一下。5级的话，开个疾跑直接冲那个原子妈，来直接飞他了！我操，不行！黄级过来了！我操，吃包了吗？我靠！哈哈。这真没办法，这4包2怎么玩？但是我没死无所谓啊，我前期吃到了。不过我说实话，这把得出那个电炮，不能出绿茶，因为这把这个塞纳的平 A 距离会比我长一点。包括轮子妈也会出电炮。我这把其实得出那个，我出绿叉的话，我得直接闪现去或者疾跑去冲他，跟他战撸那种。哦，看到绿叉的数值，攻速特别快，要出也是可以。攻速特别快，海妖触发也会更快。试一把吧，不要嘴上否定，先试一把。试一下。救不了你哦，因为我们这个海妖没出来，伤害不够。我这个海妖出来直接冲他，就你们看我现在是不是很难？但是呢，等我海妖出来就不一样了。看着啊，我回家了，我下波海妖出来，我直接打断我。哎呀，真是。哎呀，真的很烦啊，你们。好看我这一波海妖出来，看着啊，真的。我给你们观察一下对面的经济，小雨4400对吧？对面最赔的是一个4200的塞纳，做了一个铁板鞋。大家出铁板鞋，我其实打他也不会刮了。让我改进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等他贴过来不急。我们现在的话2打2随便打的，来开疾跑直接上去点他，注意我伤害，看到没兄弟们？所以他妈说海妖不超模的，看到我伤害没兄弟？这现在是我不假鞋，兄弟，你们看到没？我操，这海妖一出来，直接他妈
直接点几下人就没了。我是还有一种可能，是不是还要出 bug 的是吧？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你看到没？点这个吸血怪。我现在有一种想法，是不是还要出 bug 了？你看这个塞纳出了一个铁板鞋，点他都那么痛。那个轮子妈没出铁板鞋，点几下人就死了。我没有出羊刀啊，我哪里出羊刀？哎呀，完了！没事。我现在的话，我直接买电炮，好吧？那你没有露露是吗？你双排让你辅助玩露露，露露又不会上班位。嗯。那你要是 AD 玩的厉害，对不对？你让辅助玩一个露露随便赢。你 AD 玩的不厉害，玩什么辅助都是没用啊。就那个好比一头猪懂的一个百赛，分花开在你的份上，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就厉害，你加什么辅助池都能玩。如果你自己本身厉害，你加一个露露就会更厉害，有没有道理？而且鞋子削了之后，你这个暴击不会被格挡了。而且露露这个英雄的话，他是一个后期英雄。我刚才一个人上去输出，露露也补不了多少伤害。没事，这把继续出那个巨杀之川。这把继续出那个巨杀之川，就是重伤的话无所谓，重伤你可以让那个辅助出，让队友出。就比如说辅助是跟我双排，他那个露露也是可以出，露露丁真也是可以出的。露露的香炉，露露的那个皮克斯是法伤，我平 A 人触发的话，能附带他的那个一个重伤的。再买一个破甲，那这个装备怎么办啊？这个装备也卖了。对，刷血变快了，你只要舒服了，你刷血就快。哦，对面是把加里奥出肉，加里奥皇子出肉的。有肉的话，只要有一个前排，你就可以出一个绿茶，有一个前排就可以出。因为数值差不多啊，数值除了15的跟数值的区别啊。数值是一样的，数值一样的话就可以，然后有一个漏气的领导师。等一下，小雨把这个装备给卖了。等破甲出来，这个破甲出来伤害特别高，特别高，特别是打碎。猫咪也可以出重伤，猫咪的话那个大招也可以，大招 Q 还有它出了香炉，都可以。猫咪出了香炉是让队友平 A 造成额外的伤害，所以是让猫咪的装备效果。猫咪的装备效果的话是可以触发重伤效果的。哦，下面的关系。
加迪奥，你看他现在出的是肉浆，还是有点刮的。等到小五这个巨杀出来，待会这个巨杀做出来，效果就不一样了。你看我剩的伤害，对吧？攻势是够了，就是有点刮。这个巨杀做出来，你们看我打这个加迪奥，刚才在那个加迪奥身上浪费太多时间了。那个加迪奥出的全是肉装，就你们看我这个穿甲一出来，你们看吧。这个穿甲一出来就可以乱杀了，因为他给了36护甲身后，还有给一个巨杀的效果。先拿这个塞纳开刀，塞纳的话已经残血了，不行，拿以上的。你们看我现在伤害哦，这吸血鬼很烦啊，不要给我打死了兄弟，吸血鬼伤害太高了，兄弟，买个金身吧，买个金身挡一下吸血鬼那个大招，大下直接半血了。打吸血鬼出什么？打吸血鬼只能就没办法，你只能就是等他放完技能再上了。这把其实可以买个饮血刀，这把不买那个飓风了。有这把对面的话不会就是全部冲脸的，对面有2个后排，买个饮血刀的话打的会回血。正常的话我是出飓风的，我这把出那个饮血刀主要是打吸血鬼，他给我打残了我，对吧？我 A 他能回血。吸血的话有点不够的，7%的吸血不太够啊。不然出破败吧，怎么说，兄弟们？出破败吧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因为那个饮血刀的话没加攻速啊，虽然说有20%的高级，我这把70%已经好。我出了饮血刀，感觉攻速有点烂。我出破败的话，他那个打他有50%的伤害。金身挡掉吸血鬼大招。说刮痧的现在出来说话，你看我前面那个破伞没出来打加掉我就刮，现在哪里刮了？时间套都没出来，刮痧的别道歉。这个出伤就是3件套成效，3件套出伤。用了第3把哦，真好用，兄弟，真不骗你们，真不吹。你前面第1件。